远古战族。看到这远古战族，蛋蛋也不由惊叹出声。说起远古战族，还要追溯到百炼凡界。楚风当初从五之圣土离开，便先进入了百炼凡界。而在百炼凡界有一个传说人物，大约5万年前出现了一个叫做战海川的人。此人手持银枪，身穿银甲，自他出现之后，便无疑败绩，很快成为百炼凡界最强之人。但战海川成名没多久便消失了。当他再度出现之时，唯有落峡谷的第2代谷主知道。战海川知道大限将至，临死前将墓地建于落峡谷境地内。后面战海川墓地消失，楚风还曾受落峡谷现任谷主之托，进入境地帮忙寻找，也是在那里遇到了老猫。老猫如今早被楚风超越，可以当时来说，莫说百炼凡界，整个祖武星域也没人是老猫对手。但就是当时如此强大的老猫，却被困在战海川的墓地多年，若不是楚风进入后被那老猫利用，老猫多半是难以脱困。由此可以推断，虽说战海川出自百炼凡界，最终也回归到百炼凡界，但他的实力是很强的。而战海川便是出自远古战族。后来楚风也因缘际会进入远古战族位于百炼凡界的领地，还得到了远古战族9大秘籍中的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符2大秘籍。当初这2大秘籍对楚风助力极大，只是随着楚风修为增进，2大秘籍对楚风的助力越来越小，后面便不曾再使用。后面楚风也是得知百炼凡界的远古战族只不过是远古战族的分支而已，那时楚风便知道远古战族远非百炼凡界那么简单。后来楚风遇到宋雨薇，在讨论秘籍的时候，从宋雨薇口中再度得到了远古战族的一些线索。宋雨薇说，金龙焰宗曾有前辈遇到过远古战族的人，而根据那位前辈所言，他遇到的远古战族族人不仅实力很强，更是为人豪爽，所以推测远古战族的实力很强，远古战族的秘籍不该那么弱。由此判断，楚风所得秘籍并不纯粹，很可能并非远古战族真正的镇族秘籍。当然，强大也是相对而言，于金龙焰宗而言的强大未必是真正的强大。可如今时隔多年，远古战族的人再度出现在楚风面前，楚风确实能够感受到这远古战族的实力当真不弱。这么多真神境便已是证明，只不过眼下这些远古种族众人皆是如临大敌，距离楚风等人还远，便纷纷停了下来，以谨慎且愤怒的目光打量着楚风3人。你们是何人？是怎么闯入我远古战族境地的？你们有何目的？为首的是一位白发老者，凝声询问。他是来人中修为最强的，散发着7品真神的气息。这位前辈，仙海少羽说话间，掌心一翻，仙海鱼族的令牌浮现而出。看到那令牌，所有远古战族族人神色变化，显然他们都认得仙海鱼族的令牌。为首的白发老者更是问道：“你是仙海鱼族族人？”前辈，我名为仙海少羽，这位是我妹妹仙海鱼儿，我们皆是仙海鱼族族人。而这位是我的朋友，我们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本在探索一座秘地，也不知怎么就来到这里了。随后，仙海少羽大概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而在仙海少羽讲述的时候，小鱼儿也暗中告诉了楚风一件事，原来是他仙海鱼族多年之前曾与远古战族合作过，只是后面不知是何原因，远古战族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了。一转眼已经很多年了，可当年远古战族与仙海鱼族的关系还是很好的，这也是为何仙海少羽亮明身份的原因。毕竟他们意识到他们进入了远古战族的境地，突然有人进入自家境地，换作任何势力都会如临大敌。仙海少羽也是想看看能否凭借仙海鱼族的身份缓和一下远古战族的敌意，从而将事情说清楚。事实上，当得知仙海少羽和小鱼儿的身份后，远古战族的情绪的确缓和了些许。可他们之中还是有人提出了质疑，你说你们是通过结界隧道进入这里的，可为何没有一丝结界隧道的痕迹？那隧道我们也不了解，但确实蕴含非同一般的力量，我们并未说谎。前辈，既然此地是你们的境地，那你们应该有手段进行观察吧？你们向上观察，就是那个位置，应该能寻得那结界隧道。仙海少羽指着他们落下的地方说道：“此地乃我族先祖所造，你们所能见到的，便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并没有特殊的观察之法。”其中一位远古战族族人说道：“显然他并不相信仙海少羽的说辞，实际上不只是他，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我们并未说谎，你们若是不信，也很简单，随我们出去，重新进入那密的即可。只不过那密的被非同一般的力量充斥，你们恐怕无法从进入那隧道之中。”仙海少羽说道：“虽说那修炼之地本不该向外人透露，可目前来看，那密的多半与远古战族有些关系。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就不能继续隐瞒，而是应该实话实说。”轰隆隆！而就在此时，整座大殿剧烈地颤动起来，仿佛有着极其恐怖的力量自上方传来。若不是那些坚固的殿柱支撑，这大殿也随时崩塌。楚风闭上眼睛，既然看不到，他便集中精神力来感应。他能够确定颤动的源头就是来自大殿上方，并且是距离此地颇远的地方。那颤动的源头多半就是那股恐怖力量释放的源头。那里
也多半就是宝藏所在之地。不过相比于认真观察的楚风三人，远古战族的众人面对这股颤动，反而更加恐惧和不安。三位小友，这里毕竟是我远古战族禁地，我们也不能听信你们一面之词，我远古战族需要调查一番，先随我们离开吧。为首的白发老者说完，便带着楚风三人离开了这里。走出这座大殿，浮现在眼前的乃是蓝天白云、青山绿地。这座的入口大殿身处于无边山脉之中，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空间世界。一道声音映入楚风耳帘，乃是借善仙。其实不用借善仙提醒，楚风也能看出，眼前所见并非真正世界，而是阵法世界。不仅源自远古，并且打造者实力极其强大。这阵法世界美轮美奂，一眼望去与真正的世界没有任何差别。一路上，远古战族的人并没有对楚风三人出手，反而客气有加，最终将楚风三人带到了一座位于青山之中的宫殿内，说是让楚风三人在此地休息。可从外面站着的远古战族守卫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将楚风三人软禁于此。不过这也正常，他们也需要调查清楚楚风三人的说法是否成立。看来这宝藏是属于远古战族的，没想到远古战族藏得这么深，还有如此厉害的宝藏。仙海少羽一边在宫殿内来回踱步，一边发出感叹，只不过这是暗中传音，只有楚风和小鱼儿能听到。远古战族的人有多久没有出现了？楚风看向小鱼儿和仙海少羽，很久了，怕是有2000多年了吧，还以为他们遭遇了不测呢，没想到是隐居起来了。仙海少羽说道。